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哇，过去这一个来星期真是太神奇了。从7月13日下午，川普以半厘米的距离和死神擦肩而过，神奇躲过一次至今无法解释的暗杀。6天后，7月19日，全人类又遭遇了有史以来范围最广的计算机系统崩溃事件。在这两个历史事件的中间，美国开了一个欢天喜地的共和党总统提名大会，中国开了一个诡秘的中共三中全会。美国社交平台上热传各种围绕刺杀川普的阴谋论，同时在中文社交平台上，习近平在三中全会出状况的传闻也是连绵不绝。在这热闹纷繁的一周中，我内心却少有的被一种充满希望的情绪所激荡着。川普遇刺和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范围的计算机系统崩溃，内在有什么联系呢？为什么过去这一周给我最大的感觉是那种久违的希望感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长期看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不是专职做这档油管频道的。虽然我不以此为生，但是每周一期节目，我都是全力以赴、认真思考，用真心呈现。我如此珍惜这个频道的一个主要动力是，它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缘，让我能够和大家携手走过人类当前这个关键时刻。我每周紧跟时事，一方面是和大家共同探讨分享我们对这些世间时事的认知和视角，从而明确我们下一步人生该如何抉择。而另一方面，我也在此前的节目中多次提到过，那就是我希望通过宏观看这世间的风云变化，去斗胆窥视上天到底在给我们什么警示，希望以我人的低微视角去揣摩和体悟天意。从川普遇刺到全球计算机系统崩溃，我看到了一个共通的天意，真切感受到了一种弥漫于天地之间的强烈的关爱。川普遇刺并躲过这一劫的整个过程，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描述的话，那就是神奇。首先，川普在被枪击之前向右边的转头动作只能用神奇来描述。网上多个视频分析发现，如果川普不做出那个转头动作，那个子弹的轨迹应该正好是从他右边太阳穴附近射入他的大脑，然后穿过他大脑后，从大脑后部中间射出。以他近80岁的高龄，他如果真被这一枪如此击中，他几乎是必死无疑的。但川普却偏偏就在被击中前约1秒的时间，神奇地向右边转了一下头。根据报道中描述的枪手的射击位置和子弹通常的飞行速度来分析，枪手的子弹大约需要 0.2 秒的时间从他的枪口飞到川普的位置。另外，枪手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刚刚高中毕业才2年，他用的枪是他父亲买的，基本属于那种业余的枪手。根据网上通常的共识，对于这样一个业余枪手来说，从他思想中确定要射击那一刻到真的扣动扳机射出子弹，这两者之间大约需要另外 0.5 秒的时间，也就是从枪手决定要射击的时刻到子弹真的飞到川普身边，大约共需要 0.7 秒的时间。换句话说，几乎就在枪手决定扣动扳机射击的同一时刻，川普做出了那个神奇的转头动作。而且川普向右边转头的幅度精确到了毫米级别。如果他让右边转的幅度小一点，那么子弹还可能击中他的头；如果他向右转的幅度大一点，那么子弹就不会击中他右边耳朵上边缘，而是会从他耳朵右边飞过去。如果那样，川普虽然能够免受目前遭受的这个枪击之苦，但是那会弱化这个事件的严重性，让川普遇刺这个事件失去它目前强烈的后效应。虽然我这个说法听起来有一些残酷，但是我真的认为，正是川普的这精准到了毫秒的转头，让他用最小的皮肉之苦带来了对美国人和对世界的最大的震撼，引发了随后的巨大的后效应。然后就是川普在枪击后迅速在全世界流传的那张照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张完美的照片。
在蓝天下，在飘扬的美国国旗作为背景的衬托下，鲜血在川普的脸上流淌。他在一群保镖的簇拥下回过头来，面对观众振臂高呼 Fight, Fight, Fight。 当专业摄影师在事后分析这张照片时，全都感叹，无论是从整个构图还是拍摄的角度和当事人的表情等等，都完美的令人难以置信。而这却是在现场极度混乱的那个瞬间抓拍下来的。要得到这样一张史诗级的照片，摄影师的技术和直觉其实只是一个基础，决定性因素通常是所谓的运气。摄影师必须在那一瞬间碰巧身处那个绝妙的位置，其实在我看来，那就是一种安排。这张照片是我在川普遇刺消息传出20分钟左右看到的，我看到他的第一时间就被他震撼到了，强烈感觉到这张照片将成为美国历史的一部分。我以这张照片为主题，立刻发了一个推文，那个推文最后被140万次观看。我对人类历史的研究和思考让我深切体会到一点：没有被记录下来的历史就是不存在的历史，没有被记录下来的历史就会被人类忽略，而无法引发有实际意义的后效应。而这张照片就是用了一种最强有力的方式记录下了川普遇刺这个事件的精华点，用最直观的视觉效果记录下这个历史事件，从而让这个历史事件产生出巨大的后效应。因此，从现实和历史角度看，这张照片的意义极其深远。在枪击事件不久，我就看到马斯克也专门发了一个推文来共享这张照片。在马斯克转发了这张照片后不久，他就在 X 上正式宣布全面支持川普竞选总统。在随后的日子，他还表示，从现在开始，他每个月将向一个支持川普的政治宣传团体捐献4500万美元。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也在近期被采访中提到了这个照片展现的场景。他说，看到川普在脸上中枪后站起来，在美国国旗在空中飘扬的背景下挥舞拳头，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酷的事情之一。作为一个美国人，在某种程度上，你很难不对这种精神感到激动。然后扎克伯格表示，虽然他在2020年总统大选时出资4亿美元间接支持民主党，但是这次总统大选他决定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在此之前，有谁会能想象到扎克伯格居然能做出这样的表态呢？围绕川普遇刺事件还有很多其他的难以解释的奇怪现象，特别是负责保护川普的美国特勤局的种种奇怪表现，着实让人难以理解。这一系列用常规逻辑难以解释的情况，也引发了网上很多对川普刺杀事件从左派和右派两方面的阴谋论。当然，我知道很多人还是习惯用碰巧这个概念来解释我上面描述的种种神奇现象。川普碰巧在那个时刻转了头，而且转头的角度碰巧就那么不多也不少，让他既躲过了死神，又创造了这历史性的震撼。然后在他被保安簇拥离开讲台时，川普碰巧就决定在讲台那个位置上停下来，回头振臂高呼，而台下碰巧在那个位置上站着那个高技术的摄影师，帮他记录下那个历史性的画面，从而推动这个事件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广泛发酵，深刻改变了美国的人心和政治格局。是的，一个人如果把这个枪击事件当一个孤立的事件来看，就是把现场的一切神奇现象用碰巧这个概念来解释，我还真没办法。但是在这一点上，历史却还做出了许多其他的安排，展现出川普遇刺这个事情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一般人认为的是随机突发的。因为在事发前的4到9个月中，世界不同地区不同的预言师都公开发表文章或视频，明确预言过川普可能会在2024年被刺杀。爱尔兰有一个著名的老摩尔年鉴，有着260年的历史。老摩尔年鉴每年11月发表，对新一年的天气、星象和命运做出预测，还包括各种有用和有趣的信息。他最初的作者是爱尔兰的预言家莫尔。
穆尔死后，有其他的预言家继续为这个年鉴提供对世界大事的预测。目前老穆尔年鉴的预言家是匿名的，因为他喜欢保持低调，远离公众的生活。这本老穆尔年鉴因为它持续准确预见未来而闻名。例如，在凯特王妃宣布怀孕之前，老穆尔年鉴就预测她已经怀有身孕，并预言孩子的名字将是夏洛特。据报道，这个年鉴曾经准确预测了多起重大世界事件，包括新冠疫情、全球经济衰退以及川普在2020年失去白宫等。2023年11月发表的老穆尔年鉴对2024年的世界大事有多项预言，其中就提到川普有在2024年遇刺的风险。还有一个叫哈密尔顿·帕克的英国通灵师，他在2023年11月4日的油管的视频中也对2024年的世界大事有过预测。这个哈密尔顿·帕克曾经准确预言了2016年川普会当选美国总统，还有英国会公投脱离欧盟。他还在2017年预测了未来某个时间新冠疫情会在全球爆发。那么在2023年11月4日发布的那个视频中，他提到拜登可能会因与疾病或因老年痴呆而在选举前不久被从权力位置上拉下来。同时还提到一些非常黑暗的势力、有意的势力计划对美国的总统候选人进行暗杀，但是他说他看不清这个暗杀是针对拜登还是针对川普的。最神奇的一个有关川普遇刺的预言来自2024年4月8日的一个油管的视频节目。在这个川普遇刺前4个月公布的视频中，一个叫比格斯的人在采访中对川普被枪杀的事件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准确预测。他说，我看到了川普的崛起，然后我看到了对他暗杀的企图。这颗子弹飞过他的耳朵，子弹离他的头很近，打碎了他的耳朵。我看到在那一刻川普跪了下来，他开始敬拜上帝。在这一刻川普彻底重生了。我在推特中分享了这个提前4个多月的精准预言视频后，有不相信的人反驳说，这个视频可能是后来视频作者修改过的，因为油管自己提到过他有让用户对自己已经上传的视频进行编辑的功能。其实提出这个反驳意见的人对油管的这个功能理解有偏差。我们长期做油管节目的都知道，油管的这个所谓的对老视频的编辑功能只限于对老视频中的部分内容片段进行删除，没有往老视频中间额外添加新内容的功能，同时也不允许用新视频片段来替换老视频。另外，在这个节目下面的留言中，有些显示是3个多月前的回复留言中，明确提到了视频中有关暗杀和耳朵受伤的细节，而且这些留言也没有被后来编辑过的迹象，因为编辑过的留言都会有一个编辑过的标记。老摩尔年鉴和哈密尔顿·帕克对2024年的预测有很多，其中有些准确，有些不准确。因此，如果说他们对川普遇刺的预测还可能是因为某种概率巧合的话，那么对于比格斯在视频中对川普遇刺过程的准确和细节的描述，如果再用概率巧合来说，就有胡搅蛮缠、蛮不讲道理的味道了。我们人通常是在不同程度的迷中生活的。当一个现象完全无法用我们常规的概念来解释时，通常就说这个现象超越了人中的一般道理，破了人中的迷了。当然，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特别是在这种有广泛影响力的人类大事件中出现，就更少见了。现如今，川普躲过这次刺杀的过程，已经是充满了神奇，已经对美国和世界走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更奇妙的是，在川普遇刺这个神奇事件之外，冥冥之中又在事先数个月安排了有关川普遇刺的各种预言，甚至包括这个4个月之前的有惊人细节的预言视频。川普遇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大事件，这样的事件必然会在全世界人的眼前展现出来。那么上天为何要如此违背常规的，在如此大的范围内跟人类破迷呢？
对此，观众朋友可能有不同的解读，而我本人把这看作是上天对人类的一次急切的启示。也许人类当前正在进入一个关键的时刻，因此急切需要我们人类意识到一点什么东西。我特意反复强调急切这个词儿，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现在有重大隐含意味的事件发生的频率真的是很高了。就在川普遇刺的6天后，在美国共和党大会刚刚开完，在人们还没有停止讨论川普遇刺事件中种种难以解释的情况时，7月19日，人类有史以来范围最广的计算机系统崩溃事件又发生了。7月19日一大早，对我来说似乎和平常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很快我开始感觉到一些奇怪的情况。一上午我连续开了几个网络会议，每个会上都有超出常规的大比例的人缺席会议。直到接近中午时，我注意到一贯准时的 Jack 居然也缺席了一个重要的会议，于是我忍不住问了一句 ：“Jack 怎么没来？”那个会议的组织人说：“对了 ，Jack 告诉我说他电脑一开机就是蓝屏，所以他没办法来参加这个网络会议了。”我听后隐约想起我前一天下午看到的一个科技新闻，说一个微软的软件升级引发了个别计算机的系统性崩溃，但是当时我依然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随后我利用中午吃饭的时间，事先预约了到我们本地一个州政府办驾照的地方去更新我的驾照。我一进这个政府办公大厅，就立刻感觉不对劲儿。通常这里都是密密麻麻坐着一屋子等待办理各种文件和证明的人，但是7月19日那天，整个大厅中只孤零零坐着一个百无聊赖的老人。一个工作人员迎着我走过来说：“因为我们的电脑出了蓝屏问题，你现在有2个选择：一，你现在回去，以后等我们系统好了再来办你的事儿；二，你坐在这里等着，但是我们没人知道系统可不可能今天修好。”我这才理解，那个孤零零坐在大厅中的老人是唯一一个选择留下来碰运气等待系统恢复的人。这让我一下意识到，这次微软系统崩溃的影响面远远超出我原先的想象。在我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开始收听有关这次微软系统崩溃的最新新闻，这才发现这是周五19日全球最大的新闻。这是一次世界范围的超级大规模技术故障，从美国到中国，从欧洲到澳大利亚，到处都是哀鸿遍野的用户。故障的表现是，一些微软 Windows 计算机系统启动后，要么是系统直接崩溃，要么是无法重启。计算机屏幕上只剩下一个让人绝望的显示系统出错的蓝色屏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蓝屏死机状态。这次故障的影响范围之广让人瞠目结舌，它直接导致众多航空公司的数万架飞机延迟，近5000个架次的飞机被取消，一些欧洲机场关闭，多个银行系统瘫痪，世界500强企业中的有300多家被影响，造成众多公司停摆，一些医院和学校的电脑系统全面瘫痪，美国各地的法院要么被迫关门，要么延迟审判，就连许多911紧急呼救中心也不得不停摆。有关专家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计算机系统崩溃事件。这次故障的罪魁祸首不是黑客攻击，也不是硬件故障，而是一家旨在防护黑客攻击的网络安全软件公司的一次常规软件升级造成的。这家网络安全公司的英文名叫 CrowdStrike， 如果把这个英文名字直接翻译成中文，应该是群体攻击。一个网络安全软件公司竟然给自己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也算得上一个奇葩了。为了简单，我们下面就把这个公司名字简称为群机。这个群机公司对于 IT 行业以外的人来说可能很少听说过，但是在网络安全领域它是大名鼎鼎。这家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奥斯汀的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网络安全软件开发商之一，是继微软之后的第2大现代终端保护软件开发商，占据这个领域全球市场的 18%， 市值在出事前达到大约800亿美元。群机是由首席执行官库尔茨和其他
两个合伙人于2011年创立的。他们把这个公司称为新一代计算机安全公司。20年前，老一代的计算机安全公司，比如 Symantec 和 McAfee， 他们的防毒产品主要是靠收集已知病毒软件的特征，也就是指纹，来识别已经侵入计算机中的已知病毒软件，并对这些被检测到的病毒进行监控和清除。但是这样的行动原则却有两个致命伤：一，它行动的基础是要先收集到自己已知病毒的特征，因此基于这个思路的防毒软件只能被动地应对已知的病毒，而对于新病毒的最初攻击是束手无策的。二，这类基于病毒特征指纹的技术在个别时间可能出现误判而错杀无辜。2010年McAfee 就因为这个误判问题引发过一次大范围计算机系统崩溃。在那年4月 McAfee 发布了一个更新，那次更新中包含了一个新的病毒指纹，但是那个指纹正巧也在一个正常的 Windows 系统文件中出现了，因此 McAfee 防毒软件错误认为这个系统文件被病毒感染了，而试图限制和清除这个正常的系统文件，结果造成计算机瘫痪。虽然 McAfee 公司在发布更新的16分钟后就意识到了这个致命错误，立刻采取措施撤回这个有问题的更新，但是依然导致全球医院、学校和政府机关的大量计算机瘫痪。那一天McAfee 公司的股票就暴跌了 40%。 随后 McAfee 一直很难摆脱那次危机的阴影，4个月后他就被 Intel 公司收购了。而目前群机公司的总裁和创始人库尔茨就是当年 McAfee 发生危机时的首席技术官。在经历了那次极其痛苦的危机后，库尔茨和其他几个关键技术人员从技术层面深刻反省 McAfee 出问题的原因，最后决定彻底摒弃 McAfee 基于收集已知病毒特征指纹的技术思路，而是采用更积极主动的实时对计算机和网络异常活动进行分析，并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来检测和预测可能的黑客行为。这个新技术思路不再需要依赖大量的病毒特征，而是迅速识别新的威胁，让软件安全防御系统更加灵活和主动。但是让库尔茨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建立在这个似乎是无懈可击的新技术理念上的群机公司，在经历了13年的成功发展后，却在一夜之间再次给世界带来了一次更大规模的灾难性崩溃。而引发这次灾难的根本不是什么计算机安全的核心技术出了什么问题，而是一个 C++ 编程语言方面的非常低级的错误，造成了程序访问了一个不该访问的内存区间，结果激怒了微软的 Windows 操作系统，直接导致系统罢工不干了。虽然在19日当天群机公司的股价只损失了 11%， 但是群机公司这次引发的计算机系统崩溃在全世界范围造成的损失将是无法估量的巨大，有人估计可能会超过目前所有勒索软件造成的损失的总和。一些网络安全和法律专家认为，群机公司很可能会因此面临众多的诉讼和其他惩罚。目前世界对这次史上最大的系统崩溃的分析，主要还是集中在网络安全方面，市场份额是不是过分集中在群机公司这样的个别几个大公司上造成的，也就是核心思路还是在技术层面。但是在我看来，就是从技术层面来讲，这样的讨论也是不在点子上的。首先，虽然这次世界舆论指向的是群机公司的一次失败的软件更新，但是微软的 Windows 操作系统这种遇到问题用最极端的方式撂摊子的运行模式也是有很大的责任的。而微软的 Windows 系统在全球个人计算机系统目前还是处于垄断地位的，任何来自这个系统的先天基因缺陷，那都是笼罩在全球计算机系统头上无法驱散的阴霾。其次，我们前面解释了，造成这次危机背后的技术失误，不是因为群机公司这一家的独门技术造成的，
它完全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有机会往计算机系统安装底层驱动软件的公司。能这样做的公司的数量是极其大的。虽然这次群机公司能触发这个史无前例的全球计算机系统崩溃，和它在世界网络安全方面占有相当规模的市场份额有关，但是在很多不同的领域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的其他公司还有好些。这些公司其实都有机会引发这样的全球计算机系统危机。聊到这里，我们就在面对那个关键问题了。为什么这次就偏偏要安排这个世界著名的计算机安全公司来触发这次全球最大的计算机灾难呢？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做有更强的戏剧性呢？全力研究计算机安全的最先进的公司，却给人类带来最大的计算机安全灾难。而且我们前面提到了，有人估计群机公司这一次造成的全球损失有可能超过了它防范的黑客攻击造成的损失的历史总和。仔细思考这其中的逻辑关系，我体悟到，在这个事件中似乎携带着一股对人类现代最先进技术的有意嘲讽。现在的人类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一个原因是人类对自己越来越复杂的高科技成就充满了自信。我在以前的节目中多次从人类的系统论的角度讲，复杂高耦合度的系统出现系统性崩溃是一定的，人只是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发生这样系统性崩溃。如果围绕川普遇刺的前后一系列安排，可以理解是上天对人的一次急切的警示，那么这一次有意利用群机公司制造的这次全球大范围计算机系统崩溃，会不会是上天对人从另一个角度的再次急切警示呢？把两件事联系在一起，我们能看到什么呢？在过去这几年，人类涌现出大量的怪异和不公正的现象，有时让我真的感到沮丧。我仔细品味我沮丧的根源，隐隐中我能感觉我在质疑上天是不是已经在放弃我们人类了。但是把过去这一周发生的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看，我感到的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种强烈的关爱感。当我最近听到美国著名媒体人 Tucker Carlson 在共和党集会上的一段发言时，我突然意识到，其实不止我一个人感受了这种关爱。Carlson 在他讲话的最后，用极其准确的语言描绘出这种感觉。他说：“我们看到了那份爱，我认为那不是人类的爱。我并不总是确信自己站在正确的一边，很多时候我站在错误的一边。你永远不会听到我说我是站在神的一边，或者神与我同在，甚至我与神同在。我希望如此，但我不确定。然而我可以明确地说，神现在就在我们中间。我认为这就足够了。愿神保佑你。”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